让你和别人不同。到底是年轻人，愈合的算是快的了。不过还是要定期按摩，并且积极复健，这样萎缩的肌肉才能重新长起来，否则到时候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就不好看了。好，这是餐馆做的粥，谢谢。趁热喝了吧。餐馆做的粥，不应该是医院的食堂吗？食堂哪能做出这么精致的粥啊？你看看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白粥，这里面有鱼片、鸡蛋，还有海鲜，这是餐馆特别定做的。还有，这是菜单，以后你喜欢什么就提前点好，到吃饭的时间就会给你送来了。还有西餐呢？对，只要你想吃，都能送过来。不对啊，我们报社的福利有这么好吗？还有，我之前住的不是多人病房吗？怎么就给换成单间了呢？报社哪有这个心思呀？就你现在住的这间房间，一晚上得好几块大洋呢。好几块大洋？是啊，是你哥哥嘱咐我们的。你哥哥对你可真好，这天天一束花的，你看这病房里都快堆成小花园了。我哥哥？我哥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阔绰了？不应该啊。董香香，复健的时间到了。哦，好，马上。这粥太好喝了。小心点啊。对，哎，就这样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好疼！来，继续。走不了，红石姐姐。再走一会儿。你继续啊。哎，没事吧？啊，小心别着凉，注意啊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看见你。哎，香香，小心点。哎呀，疼！哎，你这腿上没有力气，一个人做复健很不安全的。我安不安全关你什么事儿？再说了，有护士姐姐陪着我。可如果你现在摔一跤，你的伤口就会发炎，骨髓炎有多痛？你应该不想再经历一次吧？你少咒我你！还有啊，如果你真的得了骨髓炎，你的腿呢就会被再包起来，到时候不能复健，至少又得在床上躺几个月。我不相信报社记者那个位置能等你那么长时间。你要不要那么乌鸦嘴？你怎么知道我得过骨髓炎？前2天你来过这里。看，这些都已经。不会吧？所以那个病房，还有那些花，那个菜谱，不会都是你安排的吧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赶紧都拿走。对，我是收了你的花，住了你的病房，喝了你的粥，吃了你的鸡蛋，可我那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才不要莫名其妙欠你人情呢。我知道，小点声，他们可都看着呢。哎，香香，你这个哥哥真不错啊。是啊，嘘寒问暖，温柔体贴，比之前一位细心不少呢。到底哪个是你亲哥哥呀？就是啊。不是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可都是一个病区的。据我所知，你至少要在这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。你不想茶余饭后都被他们念叨吧？那这样，从这里到前面那个病房，我们就结束，然后我就离开。怎么可能啊？从这里到那里那么远。想不想回家啊？还有，
报社记者的那个位置，可有很多人等着呢。啊！来，让我扶你，慢点啊！来，慢点，小心点啊，一步一步走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哎，别着急呀，前面就快到了。来，加油，最后2步了。好，成功了！耶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坐下休息一下。我承认，你对我是还不错，不过我是不可能原谅你的。你做过的那些事情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。所以你还是先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你不走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笑笑。怎么样？终于搞清楚了。哎，跟着冷世南的这几天啊，我就发现这个老头生活也太有规律了，跟踪他太简单了。哎，每天啊，他除了去冷家，只去海关总署。对了，我还听说啊，他每周去租界打2次牌，但都不会超过1个小时。1个小时能打什么牌啊？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。我想他应该在为副市长选举做准备。没错，他这次约打牌的人是法国的政客，叫布鲁诺。那刚好，我记得你好像会一点点法语。不止一点点。很好，今晚刚好派上用场。笨蛋。哦，这里就是单独的电话间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使用。不错嘛，长本事了啊！死样儿，走了啊！好。以前的一个朋友，老朋友了。要不是为了帮你，我怎么可能招惹他呢？对不对？来，来来来。喂，我是冷世南。Pour la soirée demain, est-ce que c'est possible pour vous d'arriver 30 minutes avant que d'habitude? Hein? 喂，冷先生您好，这里是租界区白玫瑰俱乐部服务台。刚才布鲁诺先生说，明天您的聚会能不能够提前半个小时到？ La garde aura lieu à la même place demain, loge numéro 7, soyez à l'heure. 布鲁诺先生说，明天的牌局还是老地方7号包厢，请您一定准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明天老地方见。太好了！爸爸，你找我？这一整天你到哪儿去了？啊，我去冯道广那儿看了看，他们之前围捕林九哥，有个女记者险些受伤，我去应付一下媒体，省得他们以后惹麻烦。我最讨厌人家说谎。孩儿不敢。明天我要到俱乐部去打牌。还是那个布鲁诺先生吗？他可是爸爸副市长竞选的得力推手啊。你替我准备一份礼物。明白。那还和之前一样？这次要换一份大的，特殊的。先生，请。
林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没想到今天的东家是你啊。账本在我手里。我可以喝杯酒吗？请自便。林小姐，你刚才所说的账本是什么意思啊？冷世南，你们杀我养父林傲东，嫁祸给我，一次又一次想要我的性命，绑架我的生父关伯君，拿他的生命要挟我，不就是为了那个账本？因为那个账本记录着你们的罪恶，有了它，你们永无宁日，所以你处心积虑，不择手段，不就是为了得到账本吗？首先，你这样血口喷人，我会告你诽谤。关于你父亲的案子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你可以问警察局，跟我冷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其次，你所说的那本账本，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哼。林小姐，你刚才所说的，我只能理解为你对我们冷家误会太深了，或者是蒙初对你始乱终弃，你心存怨恨，所以你要嫁祸给我们冷家。你可以不承认，但是账本会说话。我想跟你做个交易，拿账本换于大蟒，还我清白。林小姐，你的情况我在报纸上得知一二，你现在落得这样一个境遇，冷某人于心不忍啊。如果你需要逃亡的钱，我看在蒙初的份上，可以帮你，但不要忘了你的身份是个逃犯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龙警长早晚会把你逮住归案的，你也别再狗急跳墙，到处给我们冷家泼脏水。既然这样，那没什么好谈的。我会带着账本去警察局的。哎，该报警的人应该是我呀，你才是逃犯。行，法庭见。明天租界俱乐部，林九哥也会出现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是。九哥，走。说，东西在哪儿？
告诉我，东西在哪儿？说，账本到底在哪儿？别打了，都住手！说，东西到底在哪儿？于大王，你把九哥放了，让他去给你们取东西，我留下来给你们当人质好吗？不行，你去取东西，我留下来。九哥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的，这里很危险。够了，别再争了。既然你们两个无法决定，那就只有我替你们决定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吊起来！萧凌风，你去取账本，我给你1个钟头的时间。如果1个钟头之内你没有带着我要的东西回到这儿来，那他就死定了。放开我！把他放下来！把他放下来！你赶紧走，萧凌风。九哥，好，你等着我，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，好吗？放开我！让他走，走，等等。拿到账本之后，打这个电话，我会告诉你把账本送到什么地方。只要拿到账本，我们就会放人。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别耍什么花样。如果报警的话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走！夏凌风，不要报警，千万不要报警！快点，走！快走！快！走，去！开车！夏凌风，不要报警，千万不要报警！林青雨，如果你们敢耍我的话，1个钟头以后就是你的死期。龙天宇，龙天宇，你快去救九哥，他现在很危险。你说什么？九哥怎么了？他人呢？我们俩被于大蟒抓起来了，于大蟒威胁我拿账本换九哥的命，但我不知道那个账本在哪里。我现在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我找不到的话，九哥可能被烧死。快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他跟我说过，他有个计划。就这么多？我知道的就这么多。九哥想让冷家以为他已经拿到了账本，
这样的话，他可以让于大蟒自首，而且可以给自己洗白。但没有想到冷世南这个老狐狸早就识破了。别急，账本还没落入冷家手里，九哥暂时还是安全的。我怎么能不急呢？你怎么这么冷血？九哥现在在他们手上，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求你了，你不要耽误时间好不好？不知道九哥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算了，早知道就不来找你了。哎，你先冷静，让我想想。好，快讲。龙天宇，你想好了没有？你有没有办法？我现在只有半个小时了。现在可以救九哥的，只有冷家的人。你如果早点告诉我账本在哪儿，你就可以少受点苦。只要拿到账本，我就可以把你放了。啊？哼！你们不会是在跟我耍什么花样吧？如果你们敢耍我，我保证你们会死得很难看。爸爸，您就放心吧，林九哥现在在我们手里，那个萧凌风一定会用账本来还人的。今天约了报馆的记者来家里采访，念之和蒙初都要参加的，不能让这些破事影响大局。现在那些记者快来了，林九哥的事就交给你处理了。拿到账本，我马上给你打电话。我倒觉得那个林九哥的手里不一定真的有账本，不过凡事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明白。老爷。冷先生，冷先生，冷先生，三位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有，冷先生，早听闻您的墨宝乃是孤上一宝，今日得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过奖，随便写写而已。来，请过来坐。哎，请。冷先生，不如今天咱们的专访就从这幅字开始讲起。冷某出身草莽，才疏学浅，不要见笑。私以为何谓齐家？身为家长，必须给子女做个道德的表率，教导他们修养品行，心思端正。治国和齐家道理相同，当政者的德行，好比是风，老百姓好比是草。风吹草上，草自然随风摆动。世道人心，上行下效。当政治国者，必须要有协举之道。所以，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冷先生果然字如其人，高风俊杰，傲人风骨啊！冷先生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根据刚才的采访内容，我想如果再配上您的全家福照片，那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。啊，那好，管家，麻烦你叫少爷和小姐下来。是。
那个萧林峰，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说还是不说？看来你们真的是在耍我。其实你们手里根本就没有账本，对不对？喂，请问是冷少吗？是我。东西拿到了吗？没有。萧林峰去取账本了，但是他没有按照约定把账本送到指定地点。林九哥现在一个字也不肯说，我怀疑他们手里面根本就没有账本。你问清楚了，看账本到底在不在他们手里。是。大少爷，老爷吩咐过，记者出现的时候您不能出面。啊，好，我知道。小女念之，多年来一直在外从事慈善医疗救助的工作。犬子萌出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。哎呀，这段时间一直在家里，潜心学术的研究，令公子千金都是国之栋梁。冷先生真是教育有方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老爷，小姐一早就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啊，那少爷呢？啊，去请过了，他不肯下来。那再请。是。哎，醒醒！我就不信你不开口。我说，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账本不在我这，我不知道在哪。那你为什么说账本在你那里？我只是想骗冷家做个交易。我可以断定账本根本就不在他们这里，他们只是在诈我们。知道了。那要不要做掉它？哎，李威，你过来，我们一块儿合个影。好啊，爸爸。大少爷，什么事？爸爸，诸位，真是抱歉，我去处理点事情，稍后回来，失陪啊。娄天宇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啊！把九哥放了。你先把枪放下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。给我让开，我要见冷世南。走。站住！大哥，如果你还顾及我的性命的话，就把九哥放了。让开。走。爸爸，
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不许拍照！有。你呢？出去。走。这3台相机我买了，管好你们的嘴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龙队长是当警察当腻了，难道想当一回绑匪不成？如果我现在打个电话报警，你应该很清楚你犯的是什么罪。如果你会报警的话，刚才就不会抢走记者的相机，那可是最好的证据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放了林九哥。我一直以为龙队长是聪明过人，没想到只会成匹夫之勇。我看人一向很准。当初我想把你收为旗下，就是看中你的胆识和你的为人，你根本不会伤害念之。把他放了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谈。他们敢动手，我敢！别乱来啊！姐，你们干嘛？萌初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。爸爸他抓了九哥，如果现在还不放人的话，九哥会死的。爸，真的吗？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中间肯定是误会。冷世南，你别不承认，当时我都亲眼看到了，在租界俱乐部，是你派人绑架了九哥，当时你也在现场。爸，你为什么要绑架九哥？我没有绑架九哥，我说过了，是误会。你们都把枪放下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小李婆，放下。爸，我求你，你放过九哥。爸，爸，把林九哥带过来。真的是你派人把九哥弄成这个样子的？九哥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要这么对他？萌初，你冷静点。九哥被伤成这样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说，九哥爸爸的死，还有九哥蒙冤入狱，是不是都是你们搞的鬼？好了，萌初，别闹了。好，那我就去报警，让警察来调查。究竟是谁搞的鬼？好，你现在就去，但别忘了，林小姐，现在是逃犯的身份。林小姐现在这样，我真的很心疼。这完全不是我的本意。冷世南，现在事实摆在你眼前，你还要睁眼说瞎话，你还要狡辩啊！爸，你为什么要绑架九哥？是，
我的确是让人把林小姐带走，但我绝对不是出于什么歹意。大家都知道，这1年来，林小姐身陷囹圄，心有不甘，对我们冷家的误会实在太深了。她四处散播谣言，给我们冷家泼脏水。我让人把她带走，不仅仅是为了冷家，更重要的是为了林小姐的安全。因为她毕竟是个逃犯，无处容身啊。我不信。那为什么9哥遍体鳞伤？他们为什么要打他？谁干的？李威，是不是你手下干的？我让你动手打人了吗？说。王初，这件事情跟爸爸没关系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管理手下人不善。你们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林小姐拿了把刀要杀了我们逃跑，我们才动手的，中间误伤了林小姐。冷世南，你可真是个好爸爸。你太会演戏了，你真的太会演戏了。都别说了，9哥他现在伤得很重，需要治疗。9哥没事儿。9哥，我们走吧。啊，都别走！我年龄大了，再经不起你们这样的折腾。林小姐，我只能跟你说一声抱歉。你的医药费我可以负责，但是如果你要讨回公道，请你找警察。我冷世南只是个海关监督，不是大法官。如果警察查出我们冷家有谁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我绝不姑息。